当猫耳少女失去了最强之剑该怎么办？弗兰和2个小弟被强制缴械后传到了捣蛋鬼蜘蛛的保存房。弗兰的突然失踪可急坏了老父亲郝建。地下城内出现高阶蜘蛛这种突发情况，他们必须马上前去营救。领队的克鲁斯提出分成3队寻找，3个小队分成2组，阿曼达独自一队，毕竟他是 A 级的冒险者，而郝建也被阿曼达暂时保管。但尽管他们四处寻找，别说魔物了，就连陷阱都没发现。阿曼达发动风魔法收集噪音，仔细聆听，但到处都只有蜘蛛的声音，根本感受不到弗兰的气息。郝建引用的气息探测却一无所获，再这样下去，弗兰会相当的危险。他不仅没有武器，就连技能和魔法也不能使用，这种状态下根本没法战斗。郝建不断的思考，他的技能里有什么派得上用场的。突然，郝建的视线定格到眷属召唤这一技能上，他或许可以召唤擅长寻找的使魔。郝建看了一眼阿曼达，在这里使用召唤一定会被阿曼达发现，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弗兰比什么都重要，他现在能召唤的眷属是魔狼族，其中黑石魔狼拥有生命感应的技能。郝建注入自己最大限度的魔力开始召唤，很快一只黑石魔狼从召唤阵中出现，但魔狼的状态非常不对劲，不仅不听命令，还不由分说对郝建发起攻击。阿曼达原本严阵以待，却发现魔狼的攻击对象并不是他，害怕阿曼达会把魔狼处理掉，郝建只好自爆身份，联系阿曼达手下留情。原来郝建太心急，召唤时注入了太多魔力，导致魔狼心脏部的魔石超出了负荷，此时正处于魔力失控状态。魔狼认为是郝建导致了他的痛苦，所以郝建才会被攻击。这时阿曼达打断郝建，问他是不是没给魔狼命名。在这个世界，神赐予魔兽和武器的名字中寄宿着特别的力量，为了效仿这种做法，施法者都会给召唤出的魔兽或者精灵命名，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从系统那里得知命名的有效性在90%以上后，郝建决定试一试。他给魔狼命名为乌鲁西，命名完成后，乌鲁西体内的魔力回路重构，多余的魔力被用来净化魔石，进化成漆黑魔狼的乌鲁西很快恢复了正常。闻了闻郝建身上弗兰的味道，乌鲁西丢弃郝建撒丫的狂奔。他拥有在影子里潜行能力，就连遇到阻碍也能轻松通过。而被传走的弗兰如今的情况非常不容乐观，捣蛋鬼蜘蛛在密室里设下了无数陷阱，弗兰很快就被折磨得浑身是伤，剧毒让他动弹不得。现在的他是遇到师傅之前那个弱小无能的他。弗兰渐渐陷入昏迷，这时他想到了郝建说过的话，郝建向他保证他是不会输的。弗兰再次振作起来，从蜘蛛堆里拽出2个小弟，手脚并用的殴打蜘蛛。因为剧毒无力，就以头抢地让自己清醒。没有剑，他还有手和脚，还有师傅教给他的一切。但是弗兰是以进化为目标的黑猫族，绝对不会就此放弃。用空中跳跃和按魔法避开一路上的陷阱，乌鲁西最后停在一条死路前。阿曼达用风魔法轰开墙壁，里面出现了一个秘密房间，但房间里到处都是蜘蛛丝，如果直接穿越会被缠住。郝建将念动力弹射和火焰魔法叠加，魔力输出拉到最大。为了不让捣蛋鬼蜘蛛注意到2个小弟，弗兰一直努力把魔术的注意力引向自己，就算受了重伤也不能停下，因为他是要让父亲感到自豪的。弗兰，极限这种东西他会超越的。就在弗兰朝捣蛋鬼蜘蛛跃起的同时，附着火焰的郝建瞬间贯穿了蜘蛛魔兽的半边身体。郝建冲进来之后也顾不上魔兽，迅速回转来看自己的亲亲闺女。弗兰让郝建先解决蜘蛛，可惜郝建再回头，蜘蛛已经不见了。疗完伤之后，弗兰也不顾火焰剑的余温，一把将郝建搂进怀里。听见郝建夸自己是他最自豪的徒弟，弗兰这才露出了开心的笑。阿曼达飞扑过来抱着弗兰哇哇大哭，正嚼着蜘蛛的乌鲁西也凑上了闻了闻弗兰，进行了一个舌头的舔。郝建告诉弗兰，以后乌鲁西就是他的师弟了。弗兰双眼放光，和毛茸茸贴贴。弗兰的危机解除，现在的危机给到郝建这边。阿曼达凑上来问郝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郝建就知道会有这一遭，毕竟他在中途就放弃了隐瞒身份。当然，阿曼达也并不是在兴师问罪，如果弗兰不愿意说，他是不会逼迫的。但弗兰认为阿曼达值得信任，他想将真相告诉阿曼达。老父亲自然没有异议，弗兰信任的人变多也是一件好事。于是弗兰将郝建的事告诉了阿曼达。阿曼达听完之后兴奋的又蹦又跳，他有生之年居然真的能遇到智慧武器，实在是太厉害了。当然，最让他开心的还是弗兰的信任。两人聊完之后，才注意到一旁已经快嘎了的小弟，赶紧甩了个治疗魔法。幸好他们因为昏迷没有听到弗兰的秘密，不然阿曼达就要把他们揍到失忆了。之后众人回到约定地点等待其他小队，却迟迟没等到人。就在这时，一只发光的猫头鹰突然落在他们面前。原来另外2支小队在和阿曼达分开后不久，就落入了满是蜘蛛的陷阱中。他们本就陷入苦战，一块巨石又突然从洞口砸向众人，本以为这次已经死定了，却没想到巨石突然碎裂。弗兰骑着乌鲁西赶到，果然还是要靠小猫咪来救场。等乌鲁西丢下被捆绑 play 的队友后，弗兰和郝建用火魔法四处狂轰滥炸。阿曼达也不甘示弱地使出了风魔法扫荡全场。原来那只猫头鹰是弗利昂放出去求援的守护精灵。这时弗兰注意到之前的捣蛋鬼蜘蛛也在这里，或许是感觉到弗兰要以牙还牙，报欺负他的仇，捣蛋鬼立刻用蛛丝做护盾，将自己护在其中。守护精灵为全体加护增益 buff， 众人体内都涌现出了力量，清理杂兵的任务就交给他们吧。弗兰用闪焰风暴轰开了捣蛋鬼的防御，骑着乌鲁西准备一口气去捣蛋鬼
鬼的首级。然而导弹鬼手一挥，所有蜘蛛都聚集起来围成肉墙，弗兰被蜘蛛肉球团团围住，眼看导弹鬼就要趁机逃走，郝建掏出压箱底的雷鸣魔法，贯穿蜘蛛群，将导弹鬼击落在地。累积的伤害虽然不大，但具有麻痹的作用。导弹鬼从麻痹效果中恢复后，立刻用蛛丝掀动了整片地面，弗兰猝不及防被掀飞。这一幕印在阿曼达的眼里，不知为何，这位 A 级冒险者突然发了狂，一记强力风魔法将导弹鬼蜘蛛和魔石一起挫骨扬灰。阿曼达哭着朝弗兰过来要抱抱，结果弗兰一脸阴沉的扭过头，他本来是想自己还击的，结果全被阿曼达搞砸了。克鲁斯发现了通往核心房间的洞穴，招呼着大家往目的地走。阿曼达一路上都挂在弗兰身上求原谅。核心房间里到处都是魔矿石，他们的任务就是取回这些魔石。当然，死吞和泄密都是不允许的。埃塞尔检查了地下城核心，发现设定中确实是只会冒出陷阱蜘蛛，那他们碰到的高阶种又是怎么回事？克鲁多红着脸来找弗兰道谢，感谢他保护了自己的同伴。弗兰借口消灭蜘蛛，给克鲁多削了个地中海，好不容易攒起那点好感度又没了。任务完成之后，弗兰和阿曼达谈起了自己的进化目标。阿曼达也曾经养过2个黑猫族的孩子，那2个孩子想要成为冒险者，但他却并没有教授他们战斗的方法。他认为只要不会战斗，就不会投身到战斗中遇到危险。但这个想法最终害死了他的孩子。他支持弗兰的梦想，但不希望他逞强。之后，大家成功回到阿雷萨，和阿曼达的练习战以及在地下城堡里突出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这下工会长也能洗清恋童癖的嫌疑了。弗兰完成了任务，工会长按照约定给他颁发乌鲁姆多地下城通行证。一听过2天弗兰就要离开阿雷萨，工会长不免有些寂寞。将职业提升到魔导剑士之后，弗兰又去了趟武器店，换上戈尔斯制作的黑猫系列新装备。但是郝建很不满意，抓着戈尔斯一阵乱逛，这衣服怎么是露肚皮的？怎么可以让他的好闺蜜露肚皮会着凉的？戈尔斯赶紧解释，猫系兽人为了用肌肤感受气息而喜欢穿的少一点，这样行动会不受到限制。弗兰也表示这样比之前的装备轻快很多。戈尔斯抡起大锤子砸向弗兰的肚子，攻击被一层防护反弹了回去。装备上施加了庇护的魔法，不用担心会受到攻击。黑猫的庇护不仅能让能力值上升，而且还附带避免急死的效果，是最适合弗兰的专属装备。戈尔斯做完这一单生意，也准备搬去乌鲁姆多居住，于是2个人约好乌鲁姆多再见。剑之湖百货店的老板卢夫斯也是阿曼达带出来的学生，两人聊天时谈起了弗兰，只要看到弗兰，阿曼达就会想起那2个孩子。2个人离开孤儿院之后，只回归来一次，向他报告了一个消息。不久之后，阿曼达就收到了他们的死讯。虽然他曾追寻2人的踪迹，踏上旅途，但连遗物都没有找到。这些年，愧疚和后悔一直缠绕着他。他后悔当初没有教授他们战斗的技巧，后悔没有笑着送他们走上旅途。弗兰离开阿雷萨这天，很多冒险者都来给他送行。不知不觉，弗兰已经交到了这么多的朋友，但阿曼达的心情却不是很好。于是临走前，弗兰第一次叫了阿曼达一声妈妈。那一瞬间，过往的回忆涌上心头。在这之前，那2个孩子也曾这样叫过他。他们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在各自的名字里取了一个字，将那个孩子命名为弗兰。没错，阿曼达收养的2个黑猫族的孩子就是弗兰的父母。阿曼达流下了欣慰的眼泪，他的孩子留下的宝贝在很勇敢地活着。顺便一提，和弗兰一起前往地下城的弗利昂其实是工会长的侄子。蜘蛛巢穴的异变是因为有冒险者投靠了奥古斯特公爵，给巢穴里的魔物用了魔力净化药。为了从工会长手里夺取迷宫的权利，奥古斯特公爵和北方王国暗中勾结。弗利昂一是去调查这件事，而另一件事则是奉命对弗兰进行观察。守护精灵一路上都在观察弗兰。弗兰虽然对各种事物都感到好奇，还常常自言自语，但是却并没有邪恶之心，也不可能说是北方王国派来的间谍。毕竟弗兰的实力和成长速度太过异常，工会长留个心眼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多次的试探都没有发现异常，他也就不再对弗兰表示怀疑。而踏上旅途的弗兰和郝建还有更多冒险在等着他们。